女人正在河边挑水，迎面走来了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男人。女人察觉不对，慌忙往家里赶，谁料男人竟径直地跟了上来。女人走得有多快，男人便跟得有多紧。回到家，女人急忙向屋内的丈夫求救，谁料丈夫看到男人调戏妻子，不仅没有出手阻止，反而屁颠屁颠地为男人打来了一碗清水。原来男人正是镇上有名的土匪头子潘好，丈夫不敢得罪，只得低头奉承。然而面对丈夫的谄媚巴结，男人却连看都懒得看一眼。他顺手提起女人刚挑来的河水一饮而尽，随即意味深长地对女人说了句：“你的水真甜啊。”接着潘好径直地走向了夫妻俩的屋内。女人名叫悠悠，与丈夫天佑生活在一个偏远穷苦的小山村。由于连年战乱，再加上地里颗粒无收，丈夫又好吃懒做，夫妻俩每天只能靠砍树皮来勉强度日。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，这天悠悠到野外割树皮时晕倒了，幸得被同一个镇的张寡妇给救了下来。张寡妇好心地把悠悠带到了家里，还给她拿了2个雪白的大馒头。尽管自己已经3天3夜没有吃东西了，可悠悠还是将其中的一个馒头包了起来，她想拿回去给自己的丈夫天佑。就在这时，悠悠屁股下的被子里突然伸出了一只手，悠悠吓得慌忙地离开了这里。然而悠悠不知道的是，那个被子下的男人正是土匪潘好。因为这一次的亲密接触，悠悠的倩影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深处，所以隔天潘好便骑着高头大马来到了悠悠家。进屋后，天佑一个劲地向潘好示好，然而潘好却头也不回地来到了悠悠身边，接着他掏出了2个大洋扔在桌上，让悠悠去外面买些吃的来。饭桌上，潘好拿着一个鸡腿，当着天佑的面调戏悠悠，然而天佑不仅不阻止，反而呵斥悠悠：“连上给你就拿着。”可悠悠却不惯着这坏毛病，他反手将潘好递来的鸡腿扔进了火炉。吃完饭后，潘好直接装醉，躺在悠悠家的炕上不起来了。我喝多了，我不走了。连长，千万不要走，往哪走啊？外面天都晚了，都这么黑了，就是你走，我也不让你走，对不对？就在这儿。天佑知道潘好是装的，可他却不敢让潘好从床上起来。收拾桌子时，天佑在碗下面发现了2个大洋，很显然这是潘好放的。作为男人，天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他吹响大洋的声音在耳边回响。片刻的思想挣扎后，在绿帽子和2个大洋之间，他选择了后者。悠悠抱起被子准备到隔壁的房间去睡，可经过潘好身边时，却被潘好用脚给夹住了。悠悠急忙向丈夫求助，然而丈夫却直接吹灭了蜡烛，并交代悠悠好好伺候潘好后便出去了。等天佑走后，潘好一下坐了起来，他把悠悠死死压在身下。悠悠不堪受辱，顺手从旁边拿起了一把镰刀，要是潘好执意侵犯他，他就以死相逼。潘好顿时失去了兴致，在给了悠悠一记响亮的耳光后，他拿起枪怒气冲冲地离开了。然而天佑不仅不为自己的胆小和懦弱感到羞耻，第2天反而转头来责备悠悠：“就跟他睡小又能咋的？只要少不了肉，也缺不了骨头。我都不嫌我丢人，你怕啥？还要了面子。这位好，把人得罪了吧？你也不打听打听，这3村4寨的，谁不怕他连长？我又不是畜生，还嘴硬。”天佑不理解，在饥饿和死亡面前，清白和名节真的那么重要吗？现在得罪了潘好，以后还会有他们的好日子过吗？然而屋漏偏逢连阴雨，这天债主又上门来逼债，天佑自然是无力还钱，于是债主便调戏悠悠，想让悠悠去陪他几天抵债。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潘好看到。等债主回到家后，潘好便直接把债主给杀了。又惊又怕的天佑知道潘好打的什么主意，于是便催着悠悠赶紧上山去找潘好谢恩。悠悠不情愿地来到潘好住处。潘大哥，天佑让我来谢谢你的大恩。谢什么恩？你要是不嫌弃，我就伺候你一回。就在潘好沉默期间，张寡妇从屋外走了进来，她夺过潘好手中的茶杯，反手泼了悠悠一脸水。都给我眼瞎，把馒头塞到了狗嘴里。虽说事儿没有办成，但这正好随了悠悠的心愿。回家路上，悠悠在一个土坑里发现了一支手枪。到家后，他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天佑。天佑顿时动了坏心思，他想将这把枪偷偷地拿去变卖，岂不知这是潘好早就已经设计好了的圈套。隔天，天佑拿着手枪到黑市去卖，却被对方当场给控制住了。接着潘好从幕后走了出来，他以天佑偷了自己的配枪为由将其给绑了。与此同时，他又让手下将张寡妇从家里给赶了出去，妥妥地完成了鸠占鹊巢。
为了救出丈夫，悠悠被迫去找潘好。家里面，潘好正在洗脸，悠悠怒气冲冲地推开房门，差点一下将潘好推倒。还在潘好一脸懵逼之时，悠悠直接脱掉了衣服，随后一头钻进了被窝里，而潘好则不紧不慢地坐了下来，随后竟若无其事地生起了火。被窝里的悠悠就这样被干晾着。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吗？我饿了能上炕吗？悠悠只好哭诉着起来给潘好做饭。潘好从后面抱住了悠悠，悠悠感觉浑身的不自在，可最终他还是没有忍住破了戒。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潘好的做法却颠覆了悠悠对于一个土匪的认知。潘好不是玩弄他，而是真的爱他。他管他吃饱饭，带他逛集市买新奇玩意儿，他在家给他做饭，为他洗换下来的衣服，两人就像真正的夫妻一样生活。在潘好这里，悠悠第一次感受到了被人宠被人爱的感觉，这是丈夫天佑从来没有给过她的。悠悠对潘好的好感像种子一样在她的心里生了根发了芽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她渐渐地爱上了潘好。这天晚上，悠悠从睡梦中醒来，却发现潘好没有在身边。她来到院内寻找，却发现潘好并未在家，一股失落的气息突然涌上心头。悠悠一夜没睡，第二天一早，一道身影从窗户闪过，悠悠以为是潘好回来了，急忙将门打开，没想到来人竟是丈夫天佑。天佑告诉悠悠，昨天晚上城里发生了重大抢劫案，劫匪掳走了20多个人质，案件惊动了官府，现在当兵的正在到处抓人。天佑以为这事儿是潘好带人干的，想趁机将悠悠带走，没想到悠悠却谎称潘好就在房内，天佑这才心有不甘地离开了。晚上，潘好还是回来了，他还带回来了一个留声机，从没有听过如此美妙而又动听的声音。悠悠沉醉其中无法自拔，他对潘好的爱意就像那动穿空气的音乐一样，开始变得悠长悠长。潘好还给悠悠带了一件漂亮的裙子。这是个啥呀？我不会穿。我来帮你穿。你怎么会？嗨，等剥下来就怎么穿上呗。悠悠从没穿过如此好看又裸露的裙子，她不自觉地捂住了胸口。悠悠询问潘好，昨天晚上的抢劫案是不是他带人做的？潘好没有告诉悠悠，他只是让悠悠好好待在家里就行了。按照合约规定，10天的期限很快到了，天佑来接悠悠回家，可正处于热恋期的潘好哪甘心让悠悠离开，他拿着鞭子就要出去赶走天佑。悠悠虽然也舍不得潘好，但他知道自己毕竟是天佑的妻子，他一边求情一边挡在天佑的身前。潘好一鞭子下去正好打到悠悠的手上，看着悠悠手上泛起的血痕，潘好心软了，他最终还是放悠悠和天佑离开了。回家后的悠悠再次过起了食不果腹的生活，看着天佑还是原来那个好吃懒做的死样子，悠悠不禁又想起了和潘好在一起的快乐时光。昨天晚上磨磨蹭蹭就是不上炕，今儿一大早起来到现在你就没吭一声，咋的？把你当着这10天有点长性子了。看到自己的妻子日日夜夜地想着别的男人，天佑既嫉妒又吃醋，他的脸上突然浮现出一丝得意的笑容，一个邪恶的想法涌上了他的心头。没过几天，官府的陈旅长收到消息来村里剿匪，潘好带着兄弟们拼死反抗。临走前，看到潘好的那一刻，悠悠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，不顾一切地冲向了潘好，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坐上了别人的马背。天佑愤怒嫉妒而又无助，为了报复潘好，他自绝后路，一把火烧掉了家里的房子。天佑随后找到陈旅长，请求陈旅长为自己复仇。原来陈旅长之所以能这么快地找到潘好的下落，正是因为天佑给告的密。然而如今潘好抢劫案闹得实在太大，且他的手里面还有20多个人质，所以上级决定对潘好进行招安。听闻自己的报仇计划落了空，天佑顿时如泄了气的皮球。不过念在天佑告密有功，陈旅长决定赏他一个官做做。老婆要不回来，吃屎也没味儿，当官顶个屁！混蛋，当了官还愁没有老婆？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潘好接受了陈旅长的招安，摇身一变成了军阀团长。然而令人出乎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的是，天佑竟然被陈旅长安排成了潘好的副团长。不得不说，陈旅长是懂得驾驭人性的。就这样，悠悠也从一个乡野村妇摇身一变成了军阀阔太太，而此时的她也怀上了潘好的孩子。本以为他们会这样一直的幸福下去，然而官府加深的潘好却渐渐露出了他狠辣凶残的本性。他不仅没有信守承诺放走那20名人质，反而将他们推进土坑将其活埋。悠悠是个善良的女人，她劝潘好放了那些无辜的百姓，
然而此时的潘好早已经被权势冲昏了头脑，面对悠悠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，潘好也彻底失去了往日的温柔。他粗暴地将悠悠压在身下，狠狠地扇了他一个耳光，悠悠这才安静了下来。既然人质不能释放，悠悠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来替潘好赎罪。可能是自己也有了孩子的原因，悠悠见20多个人之中有一个小女孩，不觉生出怜悯之心，于是每天都会特意给母女俩送一些吃的。这天已经很久未见的张寡妇突然来访，她豪横地设宴请潘好和他的兄弟们吃饭。原来当年张寡妇被潘好赶走后，意外攀上了省城里的一位高官，如今听说潘好已经当了团长，于是刻意前来祝贺。其实张寡妇一直还爱着潘好，她嫉妒悠悠能陪在潘好身边，于是故意对悠悠冷言冷语。悠悠，姐姐来看你来了，谢谢你替我照顾了潘好，当年还亏得碰见了你，要不哪还会有今天呢？接着张寡妇送给了悠悠一对黄金手镯，意图很明显，她只是把悠悠看作了一个帮忙照顾潘好的下人罢了。看着亲密的两人，悠悠伤心极了，她把手镯放在桌上便转身离开了。其实张寡妇此次前来不仅仅是为了见老相好，张寡妇背后的高官明白潘好的私欲和野心，于是派张寡妇前来牵线搭桥，想要联合潘好一起除掉陈旅长。然而他们的秘密却被身为副团长的天佑听到。这天喝得醉醺醺的天佑找到潘好，他想用潘好意图谋反的秘密来换回悠悠。我只求你一件事，把我老婆还给我，这辈子她他妈是我的女人。行了，你的事儿我绝对保庇，我求你了，行吧？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要是他当时能懂得珍惜，悠悠又怎么会成为别人的女人？然而潘好最恨受人威胁，他命人将天佑吊在了大街上。悠悠求潘好的手下放了天佑，可他们哪敢自作主张，悠悠只能自己跑过去扛起天佑，以此来缓解天佑的痛苦。天佑求悠悠跟他一起走，可悠悠拒绝了。悠悠，你知道他的干的是什么？是他撵走了马寡妇，占了人家的房子。我知道，抢劫火车，把肉票活埋了那么些人。我也知道，他不是人。可你也没有把我当过人，他对我好，他把我当个人。是潘好虽不是人，但他却将悠悠当成了人。很快潘好的谋反计划便开始实施了。他先是在家里设了一场鸿门宴，随后又让人把陈旅长给请来。然而令潘好没想到的是，他手下的兄弟早就已经被陈旅长策反。就在潘好不经意间，身后的手下突然拔出匕首捅了他一刀，潘好顿时倒在了地上。这时陈旅长拿出了潘好的谋反密信，当场便剥夺了潘好的官职，随后将他吊在大树下准备行刑。可就在这时，天空却突然电闪雷鸣，一道道闪电从天上劈下来。陈旅长这个憨憨还拿着银梳子不停地梳头发，于是不出意外的，他当场变成了避雷针。陈旅长一死，手下的人顿时大乱。此时一道道闪电不断从天空落下，所有人都被吓得落荒而逃。这时悠悠从人群中跑了出来，他不顾生命危险救下了潘好。悠悠本想救下潘好后和他远走他乡亡命天涯，可此时的潘好却被背叛和仇恨蒙蔽了心。他捡起手枪，将背叛他的兄弟和人质全部枪杀了，甚至就连被悠悠特殊照顾的小女孩都没有放过。叔叔，别开枪，别杀我，我走不动了，我妈也走不动了，别杀我。然而面对小女孩的苦苦哀求，潘好没有一丝怜悯，而是毫不手软地开枪。这一枪也击碎了悠悠所有的幻想。经过重新洗牌后，潘好再次获得了权势。他们开办了奢华的庆功大宴，可华服加身的悠悠一点也开心不起来。她看着满桌的珍稀佳肴，却是一阵阵的恶心反胃。这时两个小女孩上来进献鲜花，悠悠看着她们可爱的样子，不觉又想起了那个被潘好枪杀的小女孩，悠悠再也忍不住痛哭起来。潘好以为这里人多嘈杂，于是便独自骑着马带着悠悠到山林散步。悠悠告知潘好自己已经怀孕了的消息，潘好听后高兴极了。他告诉悠悠，儿子生下来就叫天龙吧，将来我们养儿子可不能像养闺女那样，儿子得跟在我身边学老子闯天下，我得把儿子培养成狼群里的头狼，让所有的狼全怕他。见惯了潘好的残忍好杀，悠悠不想自己的孩子将来也像他一样。如今潘好的位置越做越高，权力越来越大，那就意味着将有更多无辜的人要死于非命。为了阻止这场杀戮，
悠悠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，他偷偷解下腰带，把潘好的腿绑在马鞍上，随后利用树枝一下将潘好击落下马。此时的潘好还以为悠悠又要玩什么新花样，笑着伸手要悠悠拉他上马，可悠悠只是回头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随后猛然挥动马鞭，策马飞奔起来。潘好这才开始慌张起来，然而为时已晚，最终潘好的头撞在了树干上，霎时间血花四溅，悠悠亲手杀死了这个自己最爱的男人，完成了自我的救赎。在潘好潜移默化的影响下，悠悠从混沌到苏醒，由苏醒到觉醒。他不但觉醒了自己做女人的意识，还觉醒了做人的意识。在爱和人性之间产生冲突时，是爱会战胜人性，还是人性会战胜爱呢？如果换作是你，你又会作何选择？